世界上很难有植物如兰花一样，让不同地域、不同文化的人共同痴迷。兰花的美，又让它在全世界都深受人类采挖的威胁。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赏兰大国，也不例外。云南曾是中国的兰花天堂，但多年的挖盗已经让它名不副实。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正试图让这里重现辉煌。这个地儿啊，是我特别想带你们来的。我觉得版纳植物园最美的、最珍惜的植物都在这块儿。哦。但是呢，这地儿普通游客进不来。这个是版纳植物园的科研温室。哦。啊，我之前来过，特有意思。哎，水哥跟刘光玉老师已经先到了。哎，这是水哥王玉恒。你好，哎，胡哥。你好，水哥。陈总。水哥因为是资深的这个植物爱好者啊，我们俩之间见了面就聊植物。他对热带植物特别痴迷，所以这次跟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。我们请老师带咱们逛逛。好，来这边请。平时这儿就是不对外开放。对。那我们一会儿进去的话，有什么注意事项吗？其实要注意的就是别踩着花盆儿，满地都是花盆儿。是的，里面的每一个植物，其实普通人看起来都是花像草一样，没什么。但里面我们每一个都是有编号，其实是我们从某个地方很不容易获取到的。可能全中国就那一盆儿。对。哦。去真是把它挪个地方，他们老师都要记录一下。对。多漂亮！我觉得我要是不干现在这工作，可能大概率就在这儿干活。你退休了来？对，我退休一定来啊。我们现在就到这个繁殖棚。这边这些就是我们快速扩繁的这个小苗子，是珍奇植物的幼儿园。对对对，确实苗圃就是我们的幼儿园。啊，在这里有一些比较稀奇的植物。哦，老虎须。有个很怪的名字叫尖根鼠，又叫菊络鼠。对，它的花有几个特色，第一是像一个扁壶啊，其次是它是个黑花的，在大藏里面黑花很少。这是一朵花儿，这是一朵花儿，这里一堆花儿。对，外边又长一堆这种须。会打开吗？会打开。它会打开啊。有趣的是它这个须啊，我们在研究为什么它会要长这个须，研究了30年也没搞明白。就长这么怪，一定有什么用，但是怎么研究都不知道它有什么用。这个植物在地球上存在，那已经很久了，至少2500万年啊。所以他们还有一个猜想，就是它这些东西以前可能是吸引某种昆虫的，但是那昆虫已经灭绝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是跳舞草，跳舞草会跳舞啊？哎，这个呀，就是传说你冲它唱歌，它就会跳舞，你可以冲它唱唱。真的，观察什么地方不是这大叶子跳啊？你看大叶子根儿啊有小叶子，小叶子会跳。冲它唱歌，冲它说话，冲它干什么的？走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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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纹丝不动。你来吧，胡歌似的。我的歌声没有打动他。走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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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没感觉。咱这主题歌他没听过，可能。他们那儿导游都唱那个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云南歌。还要听家乡歌啊？对，还听云南歌。哎，动了，哎，有一个动了，刚动了。我看到这颗，这颗，动，看一下这颗，看，动了，说话也会动。对，前些年你到这版纳来，他们有一个奇花异会园，种了好多这个。然后你会看每一个傣族的导游都会带着游客拿着大喇叭冲他唱。月光下的凤尾竹，你都不用看路标，你一听哪儿唱歌呢，你那时候奇花异会园。然后后来你现在去看吧，就唱歌的就很少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后来新来了一个博士，这个博士呢，就等那个游客走了之后，跟那儿盯着他看，结果发现你不唱他也动，他隔几分钟他就动。
然后这博士就把这个讲解牌给改了。他们这领导说：“你这合适吗？这本来是咱们一个项目是吧？你这……然后说是能不能改改？说那个博士说不行，这是我亲自观察发现的，你这得尊重科学。然后领导说那咋办？现在你看后边加了一句话，就是说到底这唱歌对他有没有影响？游客可以自己试验。看过几种热带的奇花异草后，刘老师带我们步入了兰科植物的天堂。兰科植物是我们西双版纳热带第一大的类群，而且我们珍稀濒危植物里面有一半都是兰花。兰花只要碰到就有可能是个2宝。不是2就是1，所以我们做好兰花的保护，就是做好了热带林兰植物的一半。大家现在看看这个比较漂亮的，这不是常规的这种兰花类型了。对，这个叫沙棘兰，它是一个地生的，你看它长在这个腐殖土上面。它这个花很有意思，花像一个小孩，你看像个人一样的，长个眼睛，像戴帽子的小人儿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珍稀濒危里面人工扩繁出来。不仅成功的保护了它，而且我们把它推到社区作为园艺植物来保。成功变成绿化植物了啊！剩下我们请我们的专业的选手小静。我的师姐，她20几年都是从事兰花的栽培。欢迎大家来到兰科植物的一个保育场所。大家其实看一下，我们这个种植方式是比较多样的，有一些是栽在地上的，然后还有一些是绑在树上的。我们在温带地区的话是以地生兰为主，在热带的话是以附生兰为主。就这些兰花，它附生的意思就是说，它长在树上，长在石头上，但是它不会吸那些树的营养，一吸就成寄生了。可以看到它的根特别的是粗壮，耐蒸发。因为它已经是长在树上，它没有土了，所以它自己它再存点水在根里边，它根就是肉质。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吧，这个在我们兰科里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类群。这叫包舌兰。对，紫花包舌兰。这个是兰科里面很好萌发的一个种，它的结果率你看是特别高的。几乎每朵花都结果。对，特别猛这个兰花，这兰花很少有这么猛的。看这里边这些灰尘，每一个灰尘都是一个种子，这兰花的种子就小到这种程度。这一个果里边有几万、几十万都有，几十万个种子，多的可能有上百万啊。他把所有他能舍弃的东西都舍弃了，只留着一个胚。它倒是多了，好传播了，风一吹就能吹走，但是它自己没营养。你看咱们比如说一颗豆，它有2个大豆瓣，那豆瓣就是给这种子萌发提供营养用的。所以它在野外其实是非常难萌发的啊。兰科里面的比较大的一个类群，像这些石斛属，铁皮石斛。对，铁皮石斛们特别多。其实石斛属的这个类群特别大，全世界有1600多个种，而且形式也多样。这怎么那么粗啊？这石斛？对，这鼓槌，就是鼓槌石斛。对，我们在野外见到的那种长得特别好的，有我胳膊这么粗。这个水帘放在这儿是干嘛？做栽培机制。这个是我们温室拆下来的废物再利用。他们这好多废物再利用，刚看看还有石棉瓦，是吧？对。这水帘就是有一种温室叫水帘温室，就是把水抽到上面去，然后再顺着这些纸板流下来，然后后边弄一个电风扇吹，这样吹出来吹进这温室的风就是又湿润，又降温又凉快。您这个是拿来种兰花是吗？对，你看种的时候它又透气，而且它这太好了，还能慢慢降解呢。对，这好，垃圾再利用啊，这特别好。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充分挖掘身边的这些材料来进行栽培。我们来看一下兜兰。兜兰是一个特别具有观赏价值，然后在野外濒危程度特别高的一个类群。所有的兜兰植物都是国家保护的。兜兰是兰花里特别有魅力的一个类群。对，就是它中间这个瓣儿变成一个兜了。这就是它得名。有什么功能吗？它长成这样？这是繁殖的，对，主要是吸引昆虫的。就是它是片虫子。机关。对。你看，这个叫长瓣兜兰，两边这瓣特长。另外，你看这瓣儿这里边有这些黑的凸起。在野外特别像什么呢？小虫子。蚜虫。就会吸引什么呢？一种叫食蚜蝇。它的幼虫就是吃蚜虫，所以食蚜蝇远远一看，哟，这儿有这个虫子，我过来产卵吧，让我孩子吃它。结果食蚜蝇飞过来之后，来回来去找的时候，就容易掉到这兜里边。掉到这兜里之后，你看这兜，它只能最后从这儿爬，爬到那口这儿，就把那花粉蹭上。然后飞出去之后，它再掉到下一个兜里边去，再蹭，
就把那花粉又抹到下一个花上了。其实兰花就代表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，它其实出现的非常晚，但是虽然晚，但是它爆发式的进化，就感觉是在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里，它才能演化出来这种非常专性的，我就对你这一个虫子传粉。但是呢，就很脆弱，比如说那个石牙蝇如果灭绝了，这个兰花就没人传粉。所以兰花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说，它是一个有检测性的一个东西。有一个环节断了，可能就会影响到兰花。很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大自然的神奇，植物也是有智慧的。它的智慧是一种共生的智慧，就是比方说，它希望动物能够帮它去传粉授粉，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种共生的状态，大家是互惠互利的啊。但反观我们自己的话，其实我们好像在很多时候是在为了让自己生存得更好的时候，其实是破坏了别人的那个生存的空间。盗挖野生兰花，将兰花作为商品炒至天价，就是这样的例子。10几年前、20年前，地上卖的全是这些苗，这些苗都是从山上，摘下来的，叫下山兰。版纳植物园不仅保存了700多种兰科植物，为这些珍稀的物种留下种质资源。他们还繁育了262种，共计20万余株兰花。所以，兰花应该怎么扩繁呢？刘老师继续带我们寻找答案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版纳植物园的猎苗棚。兰花有很多繁殖技术，其中组培是最快的。组培就是做一小个培养基，用它的一小个组织，然后呢就可以快速的繁殖出很多很多幼苗出来。那我们这个棚就是专门设置来做这一件事情的。好，我们就请这个棚的负责人薛鹏。你好，我是主要负责这个版纳园的兰科植物的繁育和保育工作，就是我们现在通过这种人工繁育把它给扩繁出来。这个过程就是把它从这个瓶子里取出来的过程，是吧？对，取出来以后再放到自然的环境里。在去自然之前，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。训练的过程，锻炼就是猎苗厅，从种子开始就在这个果冻状的这玩意儿里边生长，但是现在它必须要出来，所以在这儿呢，先适应一下温度跟阳光，然后再把它彻底拿出来。那块是干了一半了，是吧？对，上午洗了一部分，还没干完呢。我们能干点啥？就是洗苗子、脱瓶，请几位老师过去体验一下。好，那咱分个组，走，谁跟谁一组？我跟你。好，咱俩一组。来，大家在这边。这啥呀？这是兜兰，这一看就是兜兰。对，这是国家1级保护植物。咱俩种这个1级保护。那这个我们怎么把它从瓶里拿？这个我们有个小沟沟，你看这个，就是，但是要注意，就是尽量从边上，咱们要尽最大。你看现在沟有个问题，所以不能直接沟，是这样，就是把它涮软一点。你再这样勾的话，它这个根就伤不到了。所以说我们就是，你看，哎呀，我就不敢勾，还是坏了。是的，我也下不了手。这个首先咱们要把这个果冻状的东西给洗掉，因为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高。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洗干净的话，霉菌呢就会侵染上去，导致这个发霉，最后把这个根呢给毒死掉。就是先把这些培养基洗干净，然后是在理的时候过程中呢，就尽量不要伤根，就这样一根一根的把它给理出来。像这种在瓶子里待了多久了？这个已经长了有2年多了。这有2年多了。对，就长这么点儿。对，它从种子长的已经算是很快了，已经很快了。我之前是别人送了我一盆兰花，然后没种好，就快感觉快不行了，然后我就自己瞎琢磨，就是救回来，但还是养的不太好。种活吧，它还好一些，就种好这件事其实挺难的。这就说起咱们平常说养兰花哈，大部分人都说太难养了，这玩意儿太难伺候了，怎么咋整咋不成？实际上兰花是很好养，如果你顺着它脾气走的话，你想弄死它都难。真的？就像人一样，他脾气不好，就是你要得顺着毛理，你要不顺着毛理，人会跑，
苗跑不了，那它能干啥？它只能死给你看，是吧？就我看正常长的兜兰是不会长这种东西，对是吧？这个就是它不听话，然后我用激素控制它，收拾它。您这刚说完，您得顺着毛捋它。你在外边的时候，它是听老天的啊，这在瓶子里边它就得听我的，我得做主。在瓶子里它得顺着您的毛捋。是呢。我去那头看。好嘞，好不好？好嘞。你这个洗的，你看，这个是咱们的典型的附生的兰科植物。像这种的你要心狠点。我不敢掰，我不敢掰。不是，你像这一丛啊，我其实直接就可以不要了。看着只挑好一点。揣兜里。就是它，是因为它不够高吗？太弱了，它太嫩了。太嫩了。这个它就是3、4岁的小孩儿。哦。你说你让它自己出去找吃的，它活得了吗？肯定活不了。像这个还能要吗？这个不要了，这个你这个是老死了啊，这个是老的，它有老有嫩。你看这也是一大的，带那么多小，也不对，你直接扔了就行。啊，大的都不要了，大的都不要了。对他认为这个大的没带好小的，对，不称职，不称职，家长就连下一块扔了。直接都送上路了。这里没有尊老爱幼啊。这里只有优胜劣汰，比较残忍。不是这个，你就是要横下心来。那就都给扔了吧。没有，我们这样做有2个基础。第一，我有苗，我有很多。其次呢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洗苗才是一个开始啊。我们后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你比方说，我们洗完，我们还要把它养大点，做宣传，做一些景观。我们要把它回归到野味。你说它就歪瓜裂枣的。所以我们就是优生优育。说实话，的确是有一些残酷吧。你看着它明明是翠绿色的，感觉是生机盎然的样子，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放在一边。这都未必变。它基本不给未成年机会。这是变异吗？我觉得长得挺壮的，但是按他说的，这是不是就不行？大太大，小太小，扔了吧。这个啊，这个应该，这肯定行吧？这行，就是巨婴也得扔，太小的也不行。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那个，比较心软。您家里有养兰花吗？我爸就喜欢养，是那个国兰吗？有吊兰，然后吊兰不是兰花。哦，对，刚刚说了不是兰花，他以为是兰花呢。然后那个叫什么？蟹爪兰。蟹爪兰。蟹爪兰也不是兰花。我爸养了这么多年，养的都不是兰花。哎呀，可怜的爸呀！确实，没人科普的话，他们不明白。就是像这样往外挖的时候，你也狠点心，不怕的。洗完苗之后就是上盆，然后是把根这样放进去，然后用手抓着，就是从边上把它给盖进去。兜兰可以直接放进装满基质的盆中，但我和水哥洗的石斛需要晾1天左右才可以上盆。等这些小苗都长到一定程度后，就需要移栽到合适的位置。就是把它拔出来。对，找好的拔，找粗的呗。对，拽就完了。对。我看差不多了，咱们去下一个棚子吧。我们拔的这些石斛，在野外状态下是附生在树的枝干上的。席老师准备把它们绑在人造藤条上，既符合石斛的习性，等它们开花时，又会形成粉色的花瀑布。到那时，席老师会把它们挂到游览区，让大家感受云南兰花原生的美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哈。首先这个根哈，就是要把它弄成单面的，尽量的把这根给它疏散开，然后更大面积的贴到这上面，就是把老芽贴在里边，新芽在外边，就是我们要留给它足够的空间。雨水来了，它能更充分的吸收。另外一个就是便于我们绑缚。其实这个绑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式，但是我的要求就是先过一道，然后是2颗苗，尽量是从它这个丫里边过一下，因为就算你绑得松点，它掉不下来，是不是？然后剩下这你就随便绑了，然后是系成一个结儿 ，OK。
可以，就这样绑。但是尽量是大家配合着。我们这个藤条绑上以后，如果是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就是10年8年的都会让它去展示，反复的去展示。我们要留够它足够的空间。挺好玩的，我觉得。这个很好玩。种兰花是很多人就享受种的这个过程。我会感觉其实养植物也是在养自己啊，就这个过程。因为植物它的整个生长周期，它可能比较长，然后它需要你的关心照顾，然后需要你的付出，它才会在一段时间之后，让你看到你的成果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用藤条造的景，好看。就是这个藤条做的。看特像婚庆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就是通过这种人工繁育技术，慢慢的随着我们自己在野外回归做一些这个工作，发现你单纯的就是把这苗子回归到野外，你可以看1年，可以看2年。我这边是丢过苗子的啊，就是我那个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白鳍兜兰，然后今天看的时候，丢了2、3颗，我说哎呀，丢2、3颗无所谓。但是第2天的时候，我床上剩下1朵花，因为其他的全被薅跑了。就一直在反思嘛，为什么即使是知道它这个是濒危的，它还在那儿偷？因为有买卖呀，是吧？有买卖，有市场，有人想要。那如果我们倒过来想，你让更多的人，很多人都拥有这玩意儿的时候，你说他们还去买卖吗？还去犯法？烂大街就没人要了。对啊，都有了，所以就不稀罕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啥，就是扛大旗，壮大我们保育队伍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东西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。第2呢，就是我们自己培育一些新品种啊，让老百姓手里有，那有了以后，野外的谁还挖呢？是不是？那就全都保育下来了。专家的观点我也觉得是很好，就是他们觉得怎么才能让它真正的被保护起来，就是它的再利用价值。就当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多，然后也不再是很多人为了它的稀缺去盗挖或者去贩卖的话，就可以保护掉这个物种。兰花棚里还有一项经常要做的工作，为兰花授粉。小亮和水哥对此已经相当熟悉，但我和龙哥还不了解这项工作。于是席老师给我俩开了小灶，单独授课。授粉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是异花授粉，就像人类的近亲结婚。培育出来这个苗子就比较弱。那我们是怎么去授粉的？首先是要看一下，我经常的干的是舍不得掰这个兜，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为了方便授粉，我们要把这个兜给它掰掉。然后是这个里边哈，你要把这个花粉粒儿一下就粘到上面了。你看，我们再拿到这边来，放到瓷的上面。哦，就这样。很简单。那我们就是，一人一盆儿，一人一盆，然后我授你，你授我，好，我俩互授。先把兜去掉。我试试，先不去啊。可以不去，但是我觉得你不行，就是这你不去的话，你瓷水柱头你不好搞。等会儿可以取一个下来。激将是吧？啊！我来了。那不是取花粉没问题，你让他受着粉试试。哦，就是取容易，受就很难。你把难事留给他。哦，对对对。好，我已经粘上了。我看，你看，你这个花粉是最佳状态。哇，你这个很棒，然后是你技术也可以。你要不也学学胡歌？他要干嘛？他是要挑战不掰兜，不掰兜可以，但是比较困难哈。可以，那你也试试。我也不舍得掰。哎呦，有一只小蛙。你看，蛙哎！哎呦，吵到他睡觉了，这，吓我一跳。哇，嘿，那我换一个授吧。对，但是你这也是破天荒。我来植物园11年了，我没见过这个现象。就是兜里边藏个蛙，太可爱了，像童话故事。第一感觉吓了一跳啊！
简老师说，就是他们一般在授粉的时候会把那个兜掰下来嘛，便于授粉。我和龙哥呢就舍不得嘛，就觉得不要去破坏这个花儿的形态。后来我们说，哎呦，还好没有把这个兜掰下来，要不然就打扰了这个树蛙了。我觉得一方面是运气好吧，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印证了我的这个想法，就是植物和动物它们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的一种关系。版纳植物园繁育的兰花，有的作为种质资源留存，有的用来向游客展示、宣传兰花知识，有的赠送给了附近的村民。村寨里盛开的兰花，再也不用向野外索取了。还有一批兰花使命最重，它们要被放归野外，重现云南的兰花天堂。这块是叫绿石林啊，这是今天要放归的兰花吗？对，是的，够不够长？好，可以。你上的时候尽量背后不要蹭到，要不然会伤到苗。好，这是个啥玩意儿？工具是吧？剪子啊。这里边就是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有可能会伤到人，所以这个工具就全部放到里边，以防就是受伤。从这里见。哎，这已经有一个兰花了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回归的其中一种，叫钻慧兰。这是你们放上去的还是自己长出来的？这个是我们人工绑的。你看这不都有盘吗？就是其实我们在里边绑了很多的。哦。为什么这棵留下？因为它在这个保安亭边上。在里边的话，它只要一开花就被摘走了。对。嗨。所以说我们以前就是觉得游到边上我们好绑，也能成景，但恰恰相反，是成景了，但是苗也没了。其实他们以前是想让更多人知道的。像我几年前来他们这儿，曾经有一个栈道，直接到山顶两边就是树上全都是兰花。那个情人峰边上啊，那个也是惨不忍睹了已经。带回家了是吧？对，都带回家了。那个特好，那个就是俯拾即是的，一开花特别漂亮。本来想给游客看，是的，结果顺手什么人就给拽走了。本来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，又放归了，又造景观了，然后又做科普。这个还是游客能来到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放归的那个地方，游客是到不了的，是吧？对，到不了。哦，那个地方到不了。这藤，看这藤，哟，这长真好哎。扁担藤，扁的。扎完之后流出来那汁儿，人可以喝的。这个，哎，这什么？哦，有个瞿叟。瞿叟。屁股上有个大夹子。那会夹人不？没事，夹了也没事。漏，这夹不了，这不疼。哎，这还有一个。哎，对。这是个公的，这是母的，看它屁股上夹子不一样，公的那大夹子。我觉得看到这个就有点恐怖。恐怖吗？多可爱啊！不，我只认为兰花可爱。我在想，研究植物和研究昆虫在一块儿会不会吵起来？分种类呢，这些研究昆虫呢，他在看我们这个有关兰花的这个，那我们感情很好。那吃我们兰花肯定跟他过不去嘛。就是你再喜欢一个类群，都有自己膈应的一类东西啊。像我就是别的，所有都不怕，就是怕蛆。我是怕没有脸的东西。很多昆虫幼体的时候不都是蛆吗？它有个脑袋呀，知道吧？有个小嘴儿，它就像个玩意儿。那蛆我就觉得它不像个玩意儿。你一定不吃香肠吧？不是这是死的。其实我想问，你要香肠雇佣起来，那我怎么？竹虫你吃吗？竹虫你吃吗？竹虫也有脸，竹虫它有个脑袋。海参我就怕。分不清头尾就不行。对。那你看这些根，你不觉得像蛆吗？你就别描述了。小心，我这块划得很。哎，好，小心。那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进去，走山路了吧？就是。对，就要走山路了。好，那走吧。我来先下吧，给大家探路。慢一点啊，有点滑。好，这个地儿咱还真是得小心点。我们前几天看见那个竹叶青了，差点踩着。真的。竹叶青啊，在树上盘着，刚才差点踩上。它远一点啊，很多。遇到蛇要采取什么策略？你只要跑得比另外一个人快一点。竹叶青不会追。
头上也看着点儿，竹叶青容易缠在上面。好嘞，我直接锁喉啊，它容易掉在你脖子上。哎呦，这里滑的厉害啊！好，你们尽量踩那个落叶堆积的比较多的地方，好的，不要踩那个人踩过的。滑的越走越滑。哎呀，我为啥被这照相去了？真的是感性体质。我在想一会儿下来，下来。不要提醒我啊，先上去再说。哎呦，你脚卡的，对，我知道。不要弄这个死树，这个死树撑不住。我小心背篓了。哦，小心我的背篓。哎呦，抱着这，抱着干。哎呀嘿，谢谢。咱们得说几个原则。刚才我们上的时候就有点问题，扶石头一定要先摇一下，然后扶树不许扶枯树。枯，因为这里边的枯树就是基本上是沤了，根本就撑不住人，所以没有活物抓的话，很可能就滑下去了。好的，我们这才开始，后边还有好大一截呢，好吧？好，就是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全。我最难忘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有一次在山里边啊遇了个险，我想到那个河谷下边去找找东西，结果上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坡啊，整个是一个刚刚滑坡形成的，它都是很小很小的石头，就那么浮搁在上面。然后我就走2步，我发现整个坡的石头都在往下滑，所以当时很害怕，所以当时就只能是整个身体趴在这坡上，一点一点的往前挪，一边挪这个整个坡就往下滑，反正弄得也是很狼狈。从那件事儿之后，我再出野外，我对穿的这衣服就有选择了，不管是什么防雨啊、防刮呀、防尘呐什么的，都挺重要的。耶，水哥呢？这儿，你看看这儿有个啥？哎，哇，这么大一坨球兰，看看，哦，哇，这是野生的，这个放到这儿很快就不行了，咱们所以要找个地方把它给放到树杈上，还能活。哎，哎呀，上来就没事了。行，下边，小亮老师小心啊！哎，我躲开点。扔吧，扔吧，好好接着，把机位都摆好啊。 1、2，哎呀，哎，挂住了啊，挂住就行，挂住它自己慢慢趴去吧。那这儿有个掉下来的兰花，从树上掉下来，咱也给它收起来吧。哦，啊，就是它附着的那个枝条枯死掉的。它是怎么攀在这个树上的？兰花种子萌发2条路，一个是我，另外一个就是在野外，它能找到那个共生菌，就在树干上萌发，然后长出芽，长出根，根会附着到这个树上。就只要给它一点点的空间，它的这个生命力就能够延续。哎，就是昨天说的，兰花它很皮的，它并不想死，谁也不想死，是吧？你给它点机会，它只要有这个条件活，它肯定能活下来。啊，你看，哦哟，这个好。你看这棵就非常棒的一棵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种子萌发以后长出来这个苗。哦，它这个还能存活吗？看咱怎么处置了，是吧？如果是就放到这儿，它其实这个光线太弱了。这个凤蝶兰它是很喜欢阳光的一个物种。我懂了，我放回去。好。对，那棵苗很珍贵。哦，这棵苗走，啊，继续。哎呦喂！老胡，您那个胡子要再长点，就像一个采药人。不，我不是采的，我对，您是往回放。所以说在这里它游客就很少了。是啊，它上不来。我们再往哪儿走啊？我们再看一看这些林冠层。
可以拿着望远镜看看，就在前面的那个树上面，就那些一坨一坨的。就是你就看那个树杈，树杈上树杈上它们是怎么附着的？看到喽。这上面有很多球缆，水哥估计喜欢哟。看见没？主干之上那些应该也都是。就是的。大家经常说深谷幽兰，所以呢，感觉很有诗意。这些兰花呢，就是长在一些人到不了的地方，很罕见的这种深山里、深谷里。但是呢，大部分的兰花呢，其实都被我们陆陆续续的给采挖了。你看，一个人采，确实要10个人甚至100个人，才能努力的把它们再种回来。如果说好不容易放在这里，又被人给挖走了的话，内心呢其实是很难受的。希望足迹到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停下来抬头欣赏它，就不要去伸手了。你看这个藤，正好像咱们操作的，都绑到这上面就行了。对，那要不要在这儿绑点啊？可以。您选点合适的种类。这一块的话，是不是光弱不弱？弱，兜唇它需要弱光一点。这个得好好招待一下。这个是宝贝是吧？虎哥，这个你来吧。啊，这不啊，这也绑在这儿不？也可以绑到这儿，它自己会爬上去。明白。这个是个强阳性的，充分发挥你的身高优势，尽你所能的往高的绑就得了。你找一个树槽给塞在里面。不行，因为很多时候它会积水。哦。这个根一积水就烂了。哦。还不如扔到地上。要不我们家墙上都出问题了，我都找坑里塞的。行，我们开工了。哎呀，要是每个人上山的人都能够只看不碰就好，因为咱们现在摆了一个其实特别适合观赏的位置，但是也是一个特别容易被人碰到的位置。这个位置放心吧，轻易不会有人来，只有内鬼来。对。其实咱们旁边可以立一牌子，旁边有监控。此地无银300两。我感觉那个藤挺好的，它能有光照。大家也看到了，为什么要选这样的地方？因为人不常来，更有利于他们的生存。我希望就是大家看了这个节目以后，能够多一些共生的概念。它应该待在属于它的地方。万无一失了，我来。凤蝶兰是那个习老师特宝贝的，要单独把它放在这儿。行，这地方应该挺好。回吧，往下走吧。这棵树就要绑了。这棵树那个拟弯带兰朝阳绑就完了。开干。拟弯带兰开花可好看了，特别大的花，大的都不像是野生植物。昨天我有朋友晚上跟我说，哎，他说你的那个拍兰花呢，给我们买点回来。我说这儿搞科研不卖。他说我喜欢兰花呀，我想种啊。我说我现在问你3个问题，你回答我，我再决定要不要支持你种兰花。他说搞得和真的一样。他说你问吧。我说好。我说那个蟹爪兰是兰花吗？吊兰是兰花吗？金子兰是兰花吗？他说当然了。我说你别种了。这3个问题问得好，直击本质。这个科普一下，真的很多人会感谢我们的。但是这个人跟那个龙哥的爸爸会成为朋友。抓紧时间干了啊！齐老师，哎，我们这块行了吗？你看看，要换个地儿吗？我们往那边走，我来给大家说绑的位置吧。2个位置，那个斜坡那儿，就是你头上那块，是一定要绑。这个是吧？我先上去，哎呦，我在下边给你们递绳子。这横的一截是吧？对，非常好的一个位置。水哥，你那个胳膊边上竖着的那个位置，
就是有苔藓这个位置。对对对，说明它这是湿啊。这种位置就是说，它即使到旱季，它也是偏湿的一个环境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哎，等会儿，没事没事，小心脚。好，可以。太滑了，太滑，你这个位置不合适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啊。对，你怕是滑到脚了吧？没事。疼不疼？不疼。所以你看，找一个合适的位置，其实真的不容易。主要心里有站的位置。理论上来说，我们回归的每一颗苗子，我们都要监测，就是每一颗苗子都要挂一个牌儿。好。好嘞。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啊，我们一路上来，说实话挺辛苦的。放心。哎呀，谢谢。其实大家看到我们找这些地方，习老师帮我们安排这些树啊，要有光位，要有湿度，要有合适的位置，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希望大家出来玩，把美景留在心里，不用一定要带回去。带回去也不一定养得活，说实话，对吧？你看，这样多好啊！过几年我再回来看看，说不定是另外一番景象。这是我们3个人一起把的。其实自从喜欢上兰花以来，放归兰花一直是我的梦想，因为我看过太多的人直接从树上把它拽下来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人把它放回去。就是因为这种习惯，造成中国的山里边几乎看不到兰花。本来中国是兰花大国，中国的山林里边应该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羡慕的一种场景。树上挂着兰花，地上飘着兰香，这才是中国的山野。现在咱们争取让它回到以前，从我们绑上它的这一刻开始，这些新生命就开始接纳它们。等它们开了花之后，这蚂蚁就会爬到上面去，喝它们花外蜜腺产生的蜜，来保护它们免受害虫的啃食。一个新的生态已经开始建成了。到了明年，这树得美成什么样？我们今天干的这个活，对我们今天的活动可能来说是一个结束，但是对这个兰花苗苗呢，才是开始。这个景观留给大自然看吧。以前可能我觉得植物更多的是观赏啊，尤其是养在家里，但是我没有想过你在和这个植物交互的过程中，自己可以获得什么。我今天从一个完全的门外汉小白，然后慢慢开始对这个植物有了兴趣。好嘞，搞定，先下。好，大家下的时候慢点啊。我们感觉下山更费劲呢。哎呦呵，就这么直着下吗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可以。哎呀，我晚节不保啊，还是滑了一下。这该怎么下？这是个考验啊！就是我们人出来了，但我们带回去的是什么？就是让更多人跟我们一样，从一个小白什么都不懂，然后慢慢开始了解，从了解开始去关心，关心之后才会去爱护它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个过程，我们只能替代观众来走这么一趟。但是我相信我们把这些知识点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带出去，这个意义非常大。似乎每个人都认识兰花，但这一趟下来，我发现是我们自以为认识。我们以为的很多兰花，甚至都不是兰花。我们以为兰花很常见，其实它们早已岌岌可危。我们以为兰花生于幽谷，其实它们本来离人很近，是被一代代的采挖，只剩幽谷才有了。幸好，当我们以为没人在意这一切时，依然有人在拯救兰花。
他们人虽然少，活儿虽然累，但看到兰花终于在山中盛开的那一刻，苦不再是苦，而成了另一种幸福。兰花的宝玉只是西双版纳的无数故事之一，在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中，一片片原始森林被经济作物取代，生态亮起红灯。在发展与保护的博弈中，有两全之道吗？我们继续寻找答案。这个就是橡胶树，这是刚割的吗？是的，像牛奶一样的。植物之间是竞争的关系，所以有橡胶，别的就要清掉。版纳就面临着一个胶的维持，跟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平衡的关系。这酒店挺好，没有前台，都是自助的。这儿有黄金蚁的巢，你看你摸摸它，这蚂蚁马上就出来了，然后就要攻击你。哎呦呦呦呦呦！赶紧把它弹走。啊，咬我！哎，是吧？又是啥？蚂蚁。轮到你了啊！你别动啊！拍，他刚刚也这么打我头的。我们都被黄金蚁攻击过了。